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达尔。崩坏星球铁道2.3版本推出了4套新仪器，2套来自新的星矢隧洞，2套来自差分宇宙。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就来看到这一次推出的4套新仪器分别都适合哪些角色装备。那我们首先看到新推出的2个4件套，一个是给急迫特工或者说超急迫用的铁骑套，另一套则是给有追加攻击的角色去使用的永烈套。首先，铁骑的2件套可以提高装备者16%的急迫特工，2件套的效果跟钟表匠或者怪盗套是一模一样的。4件套的效果则是装备者急迫特工大于150的时候，对敌方目标造成的急迫伤害无视10%的防御力，而且当装备者的急迫特工大于250%的时候，对敌方造成的超急迫伤害会额外再无视15%的防御力。最高能够无视25%的防御力，让它超越了量子套跟持续伤害套无视防御的效果。不过，相较量子套或者持续伤害套，新的铁骑套无视防御的条件比较苛刻，只有急迫伤害跟超急迫伤害可以无视防御力，而且少了超急迫伤害也是直接少15%的无视防御效果。所以这套铁骑套目前只适合能够自己打超急迫伤害的流萤，以及能够跟同协主角搭配的急迫主 C。 新的急迫套除了最适合流萤以外，假如你用的急迫主 C 像是波提欧或者雪翼能够带上同协主角的话，也可以优先考虑去装备这个铁骑套。再来是永烈套，永烈2件套能够提高12%的攻击，跟快枪手套装或者持续伤害套的2件套效果一样。永烈4件套的效果能够提高装备者的暴击率6%，并且当装备者释放完追加攻击之后，终结技造成的伤害会提高36%，持续1个回合。这个套装主要是给终结技伤害占比比较高的角色去使用的，而且同时这个角色需要能够打追加攻击。终结技伤害占比比较高的角色，像是黄泉或者希尔，他们没有办法打追加攻击。反之，主打追加攻击的真理、托帕，终结技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输出来源。其他像是卡夫卡、刃、机子或者黑塔，虽然能够打追加攻击，但是他们最需要的不会是终结技伤害提升。所以很遗憾，目前这套仪器只能够是未来可期了。不过2.3下半版本会推出的翡翠，很有可能是这个永烈套目前最好的使用者。它不只能够打追加攻击，终结技靠天赋的频繁充能效果也能够打出比较高额的输出占比。再来我们看到内圈新推出的2套饰品，其中的结火套主要也是提供急迫伤害加成，崩牙套则是主要提供追击伤害加成。首先，结火2件套能够使装备者的速度提高6%，并且当装备者击中拥有火属性弱点的敌方的时候，装备者会获得40%的急迫特攻，持续1个回合。这套仪器是2件套里面唯一提供速度的，另外也提供非常高额的40%急迫特攻，2个属性都是急迫角色非常需要的。问题就是触发条件需要击中拥有火属性弱点的敌方才可以触发，刚好流萤强化战绩的效果就可以给敌人挂上火属性弱点，所以这个套装当然也是流萤的第一选择。在流萤之外，如果你的波提欧在打的敌人有火属性弱点的话，这个套装当然也是最适合他的套装。不过以稳定性来说，可能还是会优先给波提欧装备盗贼公国。没错，需要火属性弱点的这个效果让这个套装比较专，基本上只适合流萤或者跟流萤搭配的急迫队友。流萤的主要2个队友加哈赫还有同协主角，如果是在跟流萤组队的情况，这个结火套也会是他们的优先选择。最后是崩狼套，2件套的效果能够让我方角色释放追加攻击之后就获得1层的功勋，功勋可以叠加到最多5层，每一层都可以使装备者的追加攻击伤害提升5%，叠满的时候还可以给装备者额外的25%暴击伤害提升。这套仪器对追击角色有非常高的提升，能够提供最多25%的追击伤害加25%的暴击伤害。不过条件最好是装备角色能够频繁使用追加攻击，才可以比较快速的叠满层。目前最适合这个套装的就是全部伤害几乎都是打追击的托帕，再来就是追击伤害占比同样也比较高的正义医生也很适合这个套装。虽然提升不如托帕来得高，但同样也是目前它2件套的最优选择。当然，在2.3下半版本会推出的翡翠也是可以优先装备这个套装的。
好，那最后我们快速总结一下2.3版本推出的4套遗迹，它们分别适合的角色。其中的2个击破套对游银的优先级都特别高，如果是2.3版本有抽游银的玩家，可以考虑优先刷取。其他角色内圈对波提欧可能会有小幅提升，外圈对加哈赫同血主也会有小幅提升。再来是另外2个追击类的套装。外圈提供终结技伤害的这一套，目前比较没有适合的角色，可能要等2.3下半版本的翡翠。内圈则是可以考虑给托帕还有真理医生去刷取。好啦，那这部影片就简单聊完2.3版本推出的所有新仪器了，希望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。看完喜欢的话，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。我是达尔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